这个话题已经聊蛮多的。嗯下一个话题啊，第三个话题呢是关于婚恋观。就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怎么去理解爱情这件事情啊？嗯，我理解爱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嘛，就是特别是你在最开始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的，如果我开始喜欢不管是在中学还是大学，我一定是先看中了他的外表。因为符合你的审美嘛，对，首先是肯定是，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人的本能了，应该也生物的本能，不光是人。对，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然后你就会尝试去接近他。对。之后，如果你发现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世界观、三观和你的相符，可能就会变成爱情。对，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那你觉得就是爱情跟这种友情之间的那个差距在哪？就比如说，你也可以有女性的朋友，甚至女性的或者异性的朋友或者异性的好朋友，你觉得它跟爱情的区别在哪？我觉得还是先从人的本能上来讲，他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异性，他不符合你的审美，就可能就是在友情这个程度。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说他非常符合一个审美，然后你的女朋友也很符合你的审美，我觉得可能就会很纠结了吧。但是符合审美这个事情，遇到可能没有那么难吧？你可能走在路上，每天都能至少遇到一个符合你审美的人，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吧？可以这么理解，对吧？对男生女生都一样，我觉得对吧？那OK 行，那就是我在想说，就是那好，我们现在假设这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人，对吧？他可能谈了不久就分手了，有些人能够坚持下去，甚至过一辈子干嘛的？你觉得到底是什么能去维持一段这样子的爱情到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习惯吧，可能要习惯他在你身边，然后你也要习惯有这个人。可能你突然，你们双方没有了彼此，就会在生活上各种不习惯，就可能不是你的舒适区了。所以你可能会为了自己生活的也更舒服一些。所以就是相当于刚开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这种就是冲动，对，就是这种生物上的吸引，对，然后在一起，或者说生物上的吸引对这个人产生兴趣，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异性，他符合你的审美，你对他产生好感，你愿意跟他多接触，接触着，好，对方对你也有同样的感受，你对对方也有这种生物上的吸引和这种爱好啊、三观上的相符。然后你们现在正式的建立的这种情侣关系，然后建立情侣关系以后，让它维持长久的，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是吗？就是你已经习惯生活里面有这个人的占一部分，对，对吧？跟这个人一起吃晚饭，这个那个的，了解，了解。就是那你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会想到说，那因为我看到有些同学的话，他因为就是有了另一半以后，他可能就是很多的时间和注意力都给到了另一半，导致也许他没有办法去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觉得会有时候会有这种困扰吗？有时候确实会，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自由支配的时间精力可能会减少，是的，对吧？因为你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两个人一起做了。对。这肯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你只能接受它，你只能去适应。是，了解。对，那你是属于那种觉得相信一见钟情的人？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就对他有好感，这算一见钟情吗？我觉得算吧。OK。可能看一眼、看两眼
可能没有一眼那么快。反正就是相当于你在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对，他的那个就是你就外形对，你就会开始是否能留意他。是否对，然后至于后面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出什么，就看你跟这个人有没有机会有更多的交集。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每天走在路上，每天都能碰到至少一个人，他的这种是的，外表符合你的审美，对，但是你可能跟这个人也许擦肩而过，就相忘于江湖了。对，对。那你觉得你属于那种，比方说，碰到了这样的人，会主动的去增加产生交集的机会的人吗？我应该算是。这个与内向外向没有关系吗？有可能外向的人会更能鼓起勇气去进行交流。反正我每次如果，比如说我刚追他的时候，我每次跟他，比如说想约他出去吃个饭呀，都是要精心策划很久，可能需要准备良久才能去付诸行动吧。我觉得更外向的人可能会更轻易的去完成这个过程，可能机会就会更多。你被拒绝过吗？我肯定被拒绝过呀。我高中的时候，你被拒绝过以后，还会再约第二次吗？同一个人？会这样子啊会，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一个，所以我当时觉得无论如何，就是要一直追，万一就有希望。后来呢？现在这个想法变化了吗？你说对那个人吗？不，我们撇开对具体的人吧，我们就说，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有变化了吗？比方说，我觉得没有。你就还是觉得，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好感，就是不断的尝试。对，不断的尝试。最后好，假设我们就说，哎，你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最后那个人答应成为男女朋友，或者甚至那个人跟你结婚，对方对你到底是喜欢的还是感动的？可能。好比说，你喜欢吃橘子，然后没那么喜欢吃苹果。我这个人一天到晚跟你说，哎，你这要不要试一下苹果？你说不用了。第二天我跟你说，要不要试一下苹果？好，10天、20天、30天以后，你说好行吧，我试一下，然后就吃苹果，然后就进入你说，哎，习惯了，哎，反正就吃，然后就把苹果吃完了。但那个跟你自己喜欢吃苹果、主动想吃苹果还是有点区别，还是有点区别。所以有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感动这样追求下去，结果也不一定非常完美。就算你追到了，是吧？对，所以我才会想说，哎，你毕竟对吧？你现在离高中也过了好些年了，就是所以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有不一样。没有。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我还是觉得应该一直尝试。可能我当时想的是，一直尝试，也许他就会喜欢你了呢。但是当然也有你现在说的，他有可能也只是感动而已。对。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对你来讲，就是喜欢，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喜欢你，还是因为你的喜欢，你对他的喜欢导致他自己感动了，觉得哎这个人还不错，那就相处试一下。就是对你来讲，其实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蛮有意思。可能会。我觉得如果他只是感动的话，我可能会继续的。对吧？人家感动，然后就答应你了呀。是的，但是他就算答应了我，我可能也会继续的去努力，让他把感动的人喜欢。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点，因为我跟你在这一点上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的观点就是，喜欢跟感动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我再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不喜欢我，那我可以选择放弃。行，喜欢这就是这个话题聊了蛮多关于爱情这个话题。进一步的，你这么去理解婚姻？
我觉得婚姻更就像是你谈恋爱谈的久了，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和责任了。但婚姻它意味的东西就更多了，是的，对吧？对你很多人对吧？有些人不想在一起了，就可以分手，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但离婚这件事情还是对一个挺大的周折，对，尤其是两个人如果有了孩子以后，离婚这件事情就更困难，因为你这不是你们两个人事情的，对对吧？两个成年人你乐意今天结明天离，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对但是你们如果说是有了孩子，离婚是会影响一个生命，而且可能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很大的。所以你觉得婚姻它意味着什么呢？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就选择谈恋爱不结婚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就是一种责任，你要对对方负责，你也要对你们俩之间的一切负责。所以，婚姻其实它不一定还有感情。如果婚姻进行到后期，因为我感觉，你说这种感情，它可能更多是一种陪伴上的，你就没有像谈恋爱那种属于是爱情。对，因为就是我们刚才就是你刚刚都讲了嘛，是因为双方外形符合你的审美，对，但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外形是会变化的。是的，但是新的符合你的审美的人又不断的出现。对，所以你说的那个荷尔蒙导向的那部分一定会减少。就算你今天你设想你脑海中的一个女明星非常符合你的审美，就算你真的娶了她，10年呢，20年呢，对不对？对。所以婚姻进行到后期，我认为，让双方维持这个婚姻的就是责任了。所以责任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还有可能就是双方互相对彼此互相的帮助，对彼此互相的亏欠都太多了，所以你根本就，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很强的羁绊，你可能就会去想帮他，你一定会去想帮他，对，就算不清了。所以更像是一种牵绊。我懂你的意思，就像假设你有个室友，今天你帮他一点，明天他帮一点，等你们一起过完一起当室友的日子以后，你很难算清楚这些东西。然后那些东西所沉淀下来，就是你们之间的交情，就这么回事。是的。所以其实婚姻可能也类似。对吧？对。有时候的话，丈夫做的多一点，有时候妻子做的多一点。然后长此以往，就是两个人就很难算清楚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许就那个东西就是婚姻。对，就是婚姻的可能。对，我理解了。所以就是你对吧？就是你觉得，当然啊，我们都没有结婚，这个都是我们坐而论道的去想这样。就是你觉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长辈有各种各样的婚姻，肯定是有的，对吧？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长辈，就你觉得是什么导致的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幸福的婚姻，又是什么导致一个相对而言不太幸福的婚姻？因为有些人他就算没有离婚，但他其实婚姻并不幸福，对不对？因为我记事以来，我接触到的大多是比较幸福的婚姻。就比如说我爷爷奶奶和我父母，我感觉比较幸福的婚姻要求你要经常忍让对方，你们要互相包容。忍让应该不能是单方面的吧？对，不能是单方面的。需要两个人都愿意为对方忍让。是的。比如说我父亲，我爸就经常被我妈骂，而且经常因为一些我都觉得很没有必要的事情，但是我爸他就很能忍。你爸的性格是不是像你啊，比较随和的那种性格？并不，他很有目标，很有动力，他也很。所以说他只是在他家庭里面。是的。他在你面前也相当于那种比较慈父。对，他对我母亲就很包容。对你，那在你面前也是那种比较慈祥的父亲那种角色，而不是一个那种比较严格的父亲。对。
但是他在他的比如说事业上，或者他在对外的社交上，是一个看起来主动强势那种风格的人。是的，我觉得是这样。也就是他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切换。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对外其实是一个相对对外就已经是一个很柔和性质的人。是的。那跟你爸很不像。是的。对吧？就比方说，你爸可能比如说对家庭是你这种性质，对，但他对外就也许像我这种性质。是的。你都能感受到我这种性质是吧？对。他是会去酒馆里面找，就是如果他自己出国出差，他就会去酒吧里面和一大群人聊天，聊互相的经历。这像我会干的事情，虽然我不喜欢喝酒，对，但是这像我会干的事情。就我今天下午不是去那个就是游戏开发者嘛，然后基本上没有看到中国人，然后就是就跟旁边哥们聊，还帮他做游戏的 testing 嘛，就是跟你爸做的那个事情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两个都要学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也许我身上有一些点是你在对外的，但是你身上的点就在于我知道我在对我的另一半的时候，至少我过去的经验中，我发现我没有做到像你这样子。如果还是像我这样子，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你妈妈呢？我妈妈，我觉得她在家里算是很强势的。她对外的？对外倒是没有那么，反正她脾气很大，但是我觉得她，把她做的事情，在家庭里面她应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是，能力强，脾气大。对。比如说是教育上，比如说是对于家庭的什么清洁呀之类的乱七八糟。那你妈对你严格吗？对我其实不能算是严格。那你爸妈对你都不算那种严格类型的？都不是严格的。小时候会被你爸妈打吗？很少。我小时候被我妈打了很多，往死里打，我靠！真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锻炼身体吗？扛揍，是的，对吧？就是那个落后就要挨打。了解。所以相当于说，就是比如说，所以说就是你总结，比如说你父母就是婚姻比较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就是你爸的包容。是的。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爷爷奶奶也是这样，我奶奶，很能包容我爷爷的脾气，因为我爷爷是退休干部嘛，所以他我能想到退休老干部的那种，对，我完全能想到，对，我家里也有爷爷长辈是这种，就是相对而言固执一点点。是的。是，我觉得是，就是，但是反过来又想，在一段长久的婚姻中，你也不能总是其中一方的忍让啊。他一段关系能持久的维持下去，他总归要是相互的呀。对吧？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能够，对吧？总是一方忍让？肯定也不是一方忍让就可以。所以他们还有什么幸福的秘籍吗？我明确上能观察到的应该也就是这些。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自己从他观察中总结出来的点可能又多一点，对吧？同样一个游戏，10年前的你的玩跟今天你的玩，可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你再过10年以后再玩同一个游戏，你看到点可能又不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儿女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在维持他们的婚姻上，因为我和我弟实际上在我母亲，进行一些比较无端的指责的时候，我们俩是会帮我爸说话的。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如果我妈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也会偷偷的向我们俩吐槽。对你爸不满意的地方？对，会向我们俩倾诉一下。然后我爸也是，我爸如果有什么，就是想说两句我妈的牢骚，发两句牢骚，也是向我们俩说。所以说，一段稳定的关系，它需要有一些第三者，就第三方的角色，来扮一个协调者。是的。那你觉得爱情中也会有这样的角色存在吗？爱情中可能一开始，
比方说在双方磨合的时候，对比方说你们现在对吧？你们现在两个假设吵架或闹矛盾的，会有一个人的角色能起到帮助你们协调的人吗？有的是朋友吗？是朋友，是你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很好的朋友的话，非常重要。对，有道理，这一点又学到了。然后我也当过别人的僚机，差不多，我是他们俩很好的朋友，他们俩每次吵架我都会我比较觉得，努力地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两个人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的时候，中间要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很容易一个能够化开的误会，就因为双方两个赌气，就是对对这样子，对吧？就像你汽车的齿轮，它没有那个机油的润滑，它就，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你爸妈的对关系里面就是你们，然后你爷爷奶奶也许是就是我母亲，对吧？你爷爷奶奶不应该是你爸吗？他们那个关系我把我妈的父母叫爷爷奶奶。那你管你爸妈的也是爷爷奶奶，你没有区分外公外婆是吧？我们没有区分。OK，行，懂了。对，特别是我爷爷老年比较固执的时候，就我奶奶甚至就很少跟我爷爷交流了，但是他会更多的和我们家一起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也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通过子女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这可能是又给了夫妻一个生孩子的一个理由。对，因为你像朋友对吧？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通过朋友来调节。对吧？可能像年轻人，像我们现在对吧？我觉得，但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对吧？如果将来谈恋爱，就是可能要想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否能有一个好朋友，我和对方同样有。对，那你说这个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女生做这件事情会更好。对，我设想了一下，好像这样子的角色里面，女生好像会更容易，男生好像挺难的。对。那这个主题下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单身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我觉得要主动。我觉得你如果看上了一个人，你就要去主动的追求他，不能一直在心里憋着。因为比我还软弱，就是还怂的人要多，至少在我观察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至少在高中和大学，我都明确的表示了，至少表白了，至少就是明确的追求了，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我觉得，像有的人，我的很多朋友，他都憋在心里，一辈子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这种性格其实还是有非常强势的那一部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是这样子。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人的本性更多的是外柔内刚，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但是你内心对于你想要的东西，或者其实是非常坚定和执着，并不看像你的外表那么柔和。是的。比如说，确实是这样。对，我懂你意思。还有吗？我认为其实没有了。我觉得只有主动这一件事情吗？你把你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能看命了。尽人事安天命，对。是啊，你只能尽可能的在你追求他那段时间，把你能做的都做。很有意思啊，就是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我对，比如说事业啊这些东西的看法。就比如我想做一件事情，那我就花时间精力去做，最后能不能成功没有关系，对吧？就好比说我想开发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从何开始，反正就是我先想到觉得有可能试一试，我就去试一下。对。我觉得我在做事情上是这样子，但是对人这件事情上好像就不是这样子。可能我对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就会以这样的态度去，比如说追求自己的另一半，比如说很多事情，比如这话说的就像我对追求另一半并不真正想要。可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但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高考就没有考好，但是当时其实很多人劝我不要复读，但是我觉得就不行，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但是我当时复读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去定一个目标，就说我复读一定要达到多少，但是我就觉得一定要尽人事。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对，你一定要。你当时也没有想过说，如果第2次高考又失利，要不要复读3次？完全没想过这种，就根本没有想这个决定之后的事情。是的。所以你看，就是你刚举的这几个例子，就是你并不是一个内外都是像你外表这么柔顺的人，你的内心有非常对于你想要的东西，你有非常强的执着。那这就是我更需要向你学习的东西，就是你的外表柔顺，就意味着你更容易跟很多人相处，你的兼容性就更好，对吧？但你又有自己的明确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说你不要复读你就不复读，或者别人说你要不复读你就复读。我觉得也许像你这样的状态会更好。对，像我这样的状态的话，别人一看就知道我这个人很作风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会有人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我觉得都有好有坏吧，都有好有坏。是。行，那我们那个第4个主题啊，第4个主题就是关于 AI。然后。